这不是你的初心。但想说你要取悦他们，他们讲的又有道理，但我应该要怎样做？所以那精神压力是从那里来的。问你的时候，你什么都说不需要，然后你在晚上11点打电话来说，可以给我2条毛巾吗？我自己一直在反思自己有没有做过这件事情。我想，我有没有啊？他今天检查了，他明天要入住的房间比较便宜，所以他想要 cancel 他现在的 booking， 他要 rebook。请问这合理吗？你觉得合理吗？我会觉得，我会听到这个 OK， 第一次，你要什么？我跟你说，我有跑过这种心态。陈慧甜妈，欢迎收听陈慧甜妈，我是2人陈慧甜，我旁边这位呢就是佳佳。Hello， 大家好。我们要跟大家来回忆一下，就是上一期我们讲些什么。上一期我嘉宾也是佳佳，然后呢，自己讲啊。自己讲。OK。上一期我们讲了，我还是跟上一期同样的嘉宾，我叫佳佳。讲了工作，就讲了我去纽西兰打工度假，做过什么工，打过什么工。对，然后还有就是从马来西亚去到纽西兰的一些转变这样子。然后呢，我们这一集呢就要来讲的是不是老板的坏话？我们讲的是在工作上遇到一些客人的坏话。对，讲客人的坏话。OK， 好，我们先来讲一下，就是 OK 之前要OK， 我们 focus 啦，我们不要这么贪心，我们听一边的坏话就好了。因为他之前打过的工就是有做过 housekeeping， 就是整理那个民宿的房间，然后呢就有去照顾植物。对 ，OK， 没错。然后还有就是在餐厅打工，OK， 然后接下来要继续留在纽西兰工作，然后这个工作是民宿管理。我们大家熟知的就是什么酒店管理啊。讲到酒店管理，很久以前，就是 N 年前，我在中学差不多要毕业之前，我有想过要读酒店管理的。就我们那个 batch 啊，就还蛮流行酒店管理这一科的。好像有就是那时候我们毕业的时候，就是那种旅游啊，什么 hotel management 之类的。对，是 OK。回到这边，想不到你今天就做了所谓的酒店管理这个工作。真的耶。是啊。这样我觉得有件事情可以说一下。因为我们上一集有讲到我之前在去纽西兰之前的工作，然后跟我去了纽西兰做的工作，我觉得我之前做的所有工作都是 prepare 我自己来做这一份接下来工作。竟然，怎么说？你看啊，我之前当艺人经纪宣传的时候，我要做很多那种 marketing 或者是助理，就是照顾艺人的对人的，对，还有就是人的管理，就是你的时间表啊，安排那些东西。然后过后我去了那个 AirAsia Big Customer Service， 那就是客服方面咯，就是看你怎样去面对客人。然后我就去了 Dim Sum， 就是做一些 brand and marketing。然后去了银行，就是做一些 campaign。那我现在这份工作呢，说起来算是holiday houses 的 management，但是它其实就是包山包海包到完。比如说我要解决客人的问题。客人有什么东西都是打电话来问东问西啊，什么讨晚上停啊，然后东西不够啊，总之任何事情都可以找你。对，这是客服。然后因为我们还要安排员工去打扫，所以你是要处理员工上面的请假啊，什么安排人手，就是那种他们的时间表啊、上班表、排班表的事情，也是管理。这也是你们做的？对啊。然后去看一下当天的附近的其他人的房价是多少，我们要跟着当天市场的需求再调高调低房价。市场调查类似吧，你要去知道，你要大概知道其他家今天卖多少钱，你不能卖太贵，也不能卖太便宜。OK， 就是价钱应该要抓到一个点。所以你看是不是集结了我之前所有的工作的经验，然后才今天这个位置。这个故事又是告诉我们一点，就是有时候我们在工作的时候，突然间会做，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我为什么要做这个工？我为什么要做这么无聊的东西？这东西关我的事吗？我跟你说，现在不关你的事，但有一天，时间会告诉你，你以前做的都不是白做的，对不对？我觉得每一个经验都是宝，真的，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派上用场。一步一脚印，没有白走的路，真的。OK， 我还知道有一次我在你的那个social media看到你去修东西，是不是？对，我现在还会修东西呢，我会修门锁啊，很厉害，不只是普通的门锁，水喉啊。对，那个门锁就是你之前向往那种滴滴滴那种。真的，什么叫滴滴滴？就是那种你知道，你看韩剧啊，那种电子锁没有，超有 feel 的啊。
OK， 这是我自己喜欢的东西。我们还是回到现实。对 OK， 讲到就是你知道做酒店管理，你需要处理很多客人的那种大小事务，一定会遇到一些很特别的事情，你知道吗？我看到佳佳的手机的那个 note， 他写了差不多1500条奇怪的事情嘛。要不要先来讲一下，你刚刚进去的时候，你遇到一个让你觉得啊，竟然有这样的事情是什么？我们从最简单，好，但你觉得这个不是一个问题，但是竟然会有客人打电话来问你的东西。好，就我接到一个电话，客人打来说，我开那个洗手台的那个水，那水流不下去。那你第一个想到的东西就是说，塞了，应该就是那个喉塞了嘛。对，就想说惨了，是不是那个洗手盆堵住？那我是不是要找人来修理？但跟我想一下，好像不可能。没有发生过这事情，因为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你知道吗？就现在发生了吗？那就这样讲，他说那水不会流下去，我说怎么可能？因为其他客人没有投诉，为什么就只有你投诉？就这样嘛。就是他们同屋的人也没有投诉，就这个人投诉。他就那间房的客人投诉了，但是因为之前的上一个客人没有投诉啊，所以要么就是上一个客人做有问题，但是因为打扫的就是同事们他们也没有说这间厕所遇到这个问题，基本上不会有，所以我就在很短的几秒内想到这个不可能，我就是问他说，请问你有把那个堵着那个，你用你的食指按一下，让它弹起来，或者按下去，可以那个水停留在那边，或者是流下去的。对，这是 common sense 嘛，对吗？它差不多每个洗手盆都是这样的，就像你不能流，你看它的东西塞着，你用手按一下嘛，他就打来问为什么水流不下去，我就跟他说，你可以用你的食指按一下，它水是不是会流？他按了，他说，真的耶，不好意思。OK， 我知道这可能有 culture shock， 你记得吗？你回想一下你小时候。你是用那个中间那个塞吗？小时候我们不是用一个很传统的，还绑着一个很像奶嘴的那个挂在身上那个。是啊，但现在什么年代了啦？对啊，现在很多人的家都是这样子按下去的。OK， 小至这样子的事情，对，就是不知道怎么样去让水顺利的流下去。对，这样的事情打电话来，你竟然还有想到如果是我，真的是会先拿好咔嚓下去了。因为我们已经遇到太多，还有，因为你知道 shower 那个花洒，你要分热水跟冷水，它不是都会有红色跟蓝色，然后你要热水就往红色那里拉，冷水就往蓝色那里拉，你就可以用那个线条来调你要的温度吧。对，你知道吗？我试过有一个客人打电话来说，你们热水太热了，然后这个温度不行，会烫死人。我跟他说，那个温度你是可以自己调的，如果你要它不要这么热的话，你可以往那个蓝色那边调。对，他说不行就是不行。我说那好，那谢谢你跟我们说，我们会去派人去检查一下，就去了。就是他自己的问题啊。然后你示范给他看，他说你不是说不行吗？你又不能这么跟他说，是不是？对，这样说其实这样子就好，你不能说你看我跟你说这样子啦，你为什么说不行？你不可以。对啊，我们又不可以说像朋友讲都跟你讲了啦，你又不听，你这些都是 OS， 真的。可是这个真的是蛮正常的一件事情，就是往蓝色和红色。而且他是很大年纪吗？还是怎么样？这也不会啊，就中年啊。而且纽西兰大部分的冲凉房厕所都不需要像我们这样特地再开一个按钮有热水嘛。就自动，就是对但你连按钮都不用开，你知道吗？OK， 好这两件事情我们就把它当成可能他家里的是那种调温度的啦，那这就算了啦哈，就没关系啦，可能就是每个人的见识不一样嘛，是不是啊？接下来呢？接下来这个我觉得有经典的，因为贪小便宜的客人其实是有的我不会去 judge 这些人，因为贪小便宜是每个人都有的心理，包括我自己。但是我有时候觉得你要求的东西有点太超过。OK， 等一下，我要先讲，我们通常啦去酒店，如果是比较漂亮的酒店的话，他给我们或者提供的那些牙刷啊，或者是一些可能很漂亮那种可以随身带走那种，偶尔我们会拿1-2包，拿不要紧那种可以拿的，尽量拿。但是你给钱已经到了贪小便宜的那个。我说的不是这种，不是啊，幸好我自己差一点要最后入住。这种我觉得你自己去入住那间饭店，你看到他有给你巧克力啊，或者是咖啡啊，你要拿你尽量拿，OK 了，因为就给了钱你。如果你在那边没有喝的话，那你可以带走喝，OK 了，或者是室内拖啊那些你要拿可以。You are safe， 没问题。我也是 safe， 你们都不是贪小便宜。我说贪小便宜的东西就是他们，因为你知道民宿这些东西它可以在网上订，但是在网上订的话，我们透过一些OTA 的话，肯定会比较
贵嘛，因为我们一定要给平台一些 commission。所以呢，有些客人他就知道这一点啊，他知道这一点哦，不少的知道了不少的，他就会打电话来，我可以透过你订，你给我便宜一点嘛？因为这样子的话，他知道我们肯定可以，因为我们不用给平台钱，我们又可以给他折扣，其实是 win-win situation， 这个也 OK 的。但是接下来的我就觉得有点超过了，他还要讲说，哦，我要求比较便宜，好，我可以给你折扣，没有问题。那我可以提早 check in 跟 late check out 吗？我觉得这太过了。如果你的提早 check in 是比如说3点是 check in 时间，你说你要2点，我都觉得还可以。对对对，你跟我要求你要12点 check in，然后你要12点 check out。check out time 是10点，你觉得这合理吗？对，因为你已经是有拿了折扣，优惠，对，你已经拿到好处了，但是你还是会想要求 check in check out 都是比较不一样的时间。对，因为其实如果客人要求要 late check out 或者是 early check in 的话呢，基本上 early check in 如果没有太过过分的话，我们房间打扫好的话，我们都会让你。但是 late check out 一般上我们都会 extra charge。所以你要在对，有一些酒店是抓很严的，他完全没有情人跟你说。就我以前去台湾有住过，就一家酒店，你真的是迟1个小时，他就已经跟你说，那我们会要收费。对，他不会跟你通融哦。对啊，而且你入住之前的所有入住讯息都已经会跟你说，你要提早 check in 或是延迟 check out 都会有收费。如果当天你遇到我们心情好不收你钱，你是幸运啦。我跟你说，我现在在听哦，我自己一直在反思自己有没有做过这件事情。我想，我有没有啊？真的是不一样嘞。OK， 所以真的不要把所有事情是当成理所当然。你可能会分分钟会被人家觉得，你这样子是贪小便宜了一点呢。对，因为我觉得如果你今天已经要拿了折扣，你再要求 late check out 一个小时，我就觉得还可以了。但如果你要求了你要提早 check out 2个小时以上就不行，还要 late check out， 还要说可以给我有 view 的房间，那你这太超过了。这样子寄放行李可以吧？因为我们不是一般的那种酒店，我们是度假屋，所以如果真的没有办法的话，我们会说如果可以的话，你可以先把行李放在你要入住的民宿那里。但是我们就没有办法帮你看，因为我们不是那种，因为我们是民宿的关系，对，我们有很多间不一样民宿，所以了解。但是一般上来说，寄放行李正规的酒店都是没有问题的。OK， 所以这些都是可能客人的要求，稍微的就是有一点点的多啦。那有没有很奇怪的事情发生？就是比较特殊，就那种就比如说，你可以陪我聊心事吗？没有啦，这有点过分。那倒没有，但是你讲这个，我就有遇到一个这也是一个算是 OK 吗？不是，但是就是一个奇怪的事情。OK， 因为你知道房价是会跟着 season pick 或不 pick， 或者是而浮动的嘛，它不是一个 fixed 的价钱。所以客人有些幸运的话，他越早订，他可能就越订到便宜的；有些就变成他越迟订，他就越订到便宜的。因为我们会看嘛，今天我的房间还没有卖出去，但因为我的 occupancy 有点低，那我就把那房间降低一点，所以他可能就会有这样子的浮动的关系，就像机票也是一样的。对。我就遇到一个这客人厉害，他已经很早就订了，而且他要在隔天，就比如说明天他就 check in。他今天打电话来，而且因为他是透过平台，所以平台的客服打电话来说，这是我们的客人，他说他今天检查了，他明天要入住的房间比较便宜，所以他想要 cancel 他现在的 booking， 他要 rebook。请问这合理吗？你觉得合理吗？我会觉得，我会听到这个 OK， 第一次，我跟你说，我有这种心态我有跑过这种心态。没有，我要讲一下，因为你在某一些平台他会跟你说多少号之前呢，你是不会被扣钱的。对啊，所以我们在想，我真的有萌生这个心态，跟我讲，那如果到时候我去 check 一下有便宜的话，我可以 cancel 吗？大部分我真的有这样的思考，有这个思维是没有错的，因为有些平台是给你7天以前，你要入住7天前可以 free cancellation， 那是你的权利，你觉得有权利这样子做。所以如果你要入住前的7天，你发现到房价变便宜了 ，cancel 再 rebook 不是问题，做 OK。但是你是明天 check in 你已经不是 free cancellation 了，
你想要打来说，你可以 waive 掉 cancellation fee， 然后我要重订。请问有哪一个商家会让你这样子做？你机票也不可能说明天的机票比较便宜，我要 cancel 我原本那张再新买，不可能嘛。而且他很老实他为什么会这么老实跟那个平台讲？是我就反正我都要亏了，我就直接 cancel， 然后我再 rebook 啦，我不要讲原因啊。不能，因为不能啊，他打来跟平台说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要我们免掉 cancellation fee。这样就不能啊，因为他如果是7天入住的7天以内 cancel 的话，他还要你 waive 掉那个 cancellation fee。他就是因为不要给 cancellation fee， 他才打电话来叫你 cancel。可是已经过了对，所以那个问题就是已经超过了他们那个免费 cancellation 的那个期间。我刚才已经跟你讲，那就不行啦，原本都不行啦。对啊，他如果可以，你的权利就是在7天前你要干嘛？你是啊，你要 cancel。那真的不能这么理所当然呢，还理直气壮。而且那平台的人一天打了4次电话给我，我接到第4次，我也直接说，这是我接到的第4通电话，不要再打来。我已经说了是不可能，那你就要去住别边啦。我还自己跟他说，你觉得对啊，他也没有办法住别边了，因为他已经订了我们。他重点就是他觉得他订贵了，他要再换。他那同样的房间，只是还用便宜的房价来订，但这不合理，这不合理耶。对，那怎么处理？最后我就说他要的话就订别家，可是我是不会退款，他肯定会住回嘛，他就只是没有办法订便宜一些因为这不对你懂吗？这不行这个真的不要这样。对，我那时候直接跟他客服说，我说我知道不是你的问题，但重点是，如果你今天买机票遇到一样的问题，你觉得航空公司会退票给你，让你买便宜吗？不可能。对啊，所以我就说这是一样的，对，就这样。突然间我要讲到一个这个也是我旅行的时候发生的，就是我们在飞机上面就是坐我前面的那个客人他就是刚刚派餐的时候他就一直在要求空姐拿食物给他吃，问题是他自己那个已经吃完，他那份已经吃完了，他还要求第2份第3份，可以了没？后来要求很多个餐包，还有很多杯水，然后空姐那个时候其实非常的忙碌，因为还有其他人还没有餐点可以拿，然后有一位空姐真的是忍不住了，他就可能比较大声，我其实现在很忙，你有看到我在派给其他人吗？我没有办法拿给你，你其实已经吃了什么这样子，然后结果那个空姐被投诉，但是他其实真的拿了很多份，然后而且他还要向其他空姐投诉这个空姐之余，他要知道名字，但其他空姐当然是会维护自己的 partner， 他就说如果你真的需要投诉的话，你要投诉我们的经理，要直接去投诉，我们没有办法随便透露他们的那些资料给你哦。然后后来我就看到那个空姐她也是很有 guts， 很霸气，她最后你知道她直接拿多了2个餐包还有2杯水，不同的水拿到她面前说，这是我们招待你的哦，希望你可以开心。好帅哦。其实我们在旁边人已经是完全 feel 到他的那个气势了，但是讲真的，我要帮那个空姐说话，真的不是说你要求不行，但你也要看情况。对啊，就你带大家，而且你已经吃了，你今天如果你真的很饿，你要求那就算，但你已经吃了，那别人也会饿肚子嘛。对啊，你要看大家有没有空嘛。OK， 话说那是飞的过程，话说回来到就是住宿的客人我遇过一个客人，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就是他在退房的隔2天，他突然间就是 message 我们说只是要跟你们讲一件事情，你们的住宿我们住的蛮舒服的，但是发生一件插曲，就是我上厕所的时候不小心插到屁股，那我们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插到的，但是他严重到他说他因为没有办法开车还是什么，他就自己叫了那个救护车 ambulance 去把他载走。等一下，他插到什么东西？他说插到我们那个旁边那块铁，那应该是放册子的那个铁。那设计其实还蛮正常的。插到严重到要叫 ambulance？ 对，他到底是？但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当天他没有打电话给我们，但他就是结束了这件事情，他才 message 知会我们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就觉得到底怎么发生，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但是这事情就很诡异，没有办法知道答案。他到底是插到哪里他是说是屁股，但我不知道是哪里。Something fishy 还有什么很让你觉得那种可能半夜就觉得一直打来投诉或者是有一些让你觉得喘不过气的要求我算是幸运的，目前呢是还没遇到太糟糕的，但有些时候我就不理解，因为我们不是那种
正规的那种一般的酒店，我们是民度假宿，所以那个民宿呢，它是一间一间一间，它不是在一个独栋里面有的嘛，所以就变成我们的客服肯定会有到一定的时间点就会 cut off， 所以呢，我们的room service 都是会在早上9点到9点半之间，那些会 stay over 的客人呢，我们的同事们都会去敲门问他们，你们有什么东西要换啊，毛巾啊什么之后要补充会让他们也知道我们 last call 咯，你有什么东西赶快说这样子。这样也不会讲说是 last call，但是就问你嘛，然后你早上的时候自己不要醒来不要开门，还是问你的时候你什么都说不需要，然后你在晚上11点打电话来说可以给我2条毛巾吗？很烦欸，我已经准备要睡觉了，然后冬天还很冷的，我还要特地换个衣服再跑去拿2条毛巾就会送给你。这个感觉像是什么？这感觉就像是我要下班了，老板还在我下班的前1秒，或者是已经下班了，他 text 我，你可以明天交那个报告给我吗？其实是一样的，对不对？对啊，然后你要毛巾不是不可以啦，可以早一点吗？不要晚上11点或12点啦。真的真的是不是很累耶？而且还蛮常遇到这种人的啦。OK， 所以我觉得有一点点的不一样，就是因为我没有做过这个酒店管理嘛，所以我在听的时候呢，我也会反思自己，我在做一个客人的时候的角度，还有做酒店管理的那个人员的时候的角度，是非常不一样的。其实会不一样耶。所以以前你在当一个住客，还有你变成一个管理人员的时候，你那个心态的转变应该很差别超大的。心态转变肯定会有的，就好像我现在做了管理部分，那个角色对调，我就想回想以前我住饭店的时候，我做这些东西，我会不会觉得合理？有一件事情我的确有改变心态，比如说今天我们去租饭店。然后它有些家具不是会摆设好的嘛，家私，我们不是很喜欢有些时候把2张床连在一起啊，或是分开啊，或是移位嘛。基本上呢，我们没有说不被允许这么做，但是你把人家家具移位以后呢，隔天你要 check out 的时候，可不可以把它移回原位呢？以前会觉得理所当然，对，你就觉得哎呀，那些打扫人我们给钱的算在里面，对不起。你给的打扫费呢，只是一般的清洁，它并没有包含他把你的家私要搬回去还是什么之类。你给的那个打扫费，你是有给打扫费没错，他就是帮你打扫最普通的清洁，比如说洗厕所、清你的厕所，或是打扫吸尘啊这些最表面的东西，而不是要帮你把你分开的床，你连起来的床分开，那个沙发应该要在那边的搬来搬去，不是，他们工作跟时间其实并没有包含这些，但因为大家都没有这个概念，所以大家这么做，所以就变得很辛苦。而且我们不是打扫的那个人，所以我们不知道他们其实需要打扫很多间房间，对，尤其是酒店这么多层。还有一样东西，你去酒店的话，餐具你用了以后，你会不会扫？会怎么样？清洁、清理、清洗。如果我在那边住很多天的话，那几天我会洗一洗，但是如果是到最后一天没有一般上呢，是要洗的吗？其实我不知道那些正规的酒店啊，但是如果是 Airbnb 还是什么的话 ，rules 上面都会写说你要把房子打扫干净，包括你用的餐具。因为打扫人员去的话检查，他其实不是负责把你用了脏的那个餐具要洗干净，他们只是要把它确保它真是干净，弄得整齐。对，其实你入住所有的 Airbnb 他们都会写明你要打扫干净，民宿也是对，但是因为大部分的人都不会去读入住须知，也不会去理，所以清洁人员就要清洁咯。真的不懂。对，酒店也是吗？其实可能酒店比较不会吧，因为酒店比较贵嘛。但是如果是 Airbnb 这些的话，大部分都是民宿，都是会希望你们可以打扫干净，因为民宿一开始的概念就是把他们的家族借出来给你，所以你入住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你还人家东西的时候就应该是什么样子，这本来就是人之常情。对啊，其实就算是我们有付钱去住的那个地方，我每一次要离开那个地方的时候啦，我也是不会让它长得太可怕了。对啊，因为人家只是借你一个空间，他不是真的是把那间家卖给你还是怎么样。对，而且有些人把那个房子只是住1-2个晚上，他把那房子住成住了10年，真的你看过最夸张的情况是非常夸张到我必须要 extra charge 那个客人，很夸张哦。怎么他只住1个晚上哦。我们的同事进到去那间房间的时候，厨具、餐具那些没有扫，全部放在那个灶炉上面丢着就算了，地上都是 carpet， 因为外国的房子大部分都是 carpet 哦。
全部都鸡蛋碎、啊水果碎，煮的水煮蛋那种水，应该是有小朋友了。然后那个尿布乱丢，应该放在客厅的那个茶几，放在厕所里面去。我不懂为什么分开了2张床连在一起，所以墙壁上还有污渍，所以是超级恶心。我说这些人他们真正自己的家到底那个，你知道那卫生啊，真是令人担忧哎。但是有一些人是这样子，他肮脏别人，干净自己。那也太夸张了。这是有一点夸张。你知道打扫张成我们的员工说他打扫这么多年，他是一个很有经验的一个当地人。他说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脏的房子。哇，等一下，可是你在 check out 的时候，如果你这个客人他要面对这个 extra charge 啊，或者是这些他的面子要放在哪里啊？重点是这客人很奇怪哦，他要 check out 当天，他刚好有就是用那个平台讯息我说，请问我们用的那些盘子锅子是要洗的吗？我就说你是要洗干净的，然后确保房子干净，你就可以离开了，因为我们是自助入住跟退房嘛。那你就这样问哦，结果然后我们的打扫同事进了房间，个个晕。我觉得啦，如果你只是有几个盘或者是杯子没有洗，那个都还好了。对，这个是很多人会犯的错误。对，但是你是整个是很恶心的那种，啪，那种我真的没有办法。不能啊，对，真的不能。而且应该会不小心被列入黑名单吧？你们会记得那些客人的资料吧？因为那时候是透过一个平台，那客人是透过平台订的嘛，我就直接跟我的上级说，我说不好意思，这个人真的太脏了，我会给他非常差的差评，我就直接给他差评。所以就是不止你们，就是不止别人会给评价，对啊，你们也可以给评价的。有些平台可以不是每一个平台，有些平台可以。原来如此，有时候真的是听人家的这种职业上面的分享啊，可以做一个自我反省，因为我们是常常会喜欢出去，无论是在本地的 staycation 也好，或者是出国，其实我们每一次的一些言行举止都会代表着我们呢，都代表着我们呢，对呀，还有一个国家的那种素养哎，没错，真的。所以我以前打扫的时候，我进到那个房间，如果它是很干净，我就说这客人真有素质，真好。因为其实你不会要求客人住得多干净，哇，好像新年没有睡过一样，那也太可怕了吧。但是最起码的，你自己在家上厕所的话，如果你真的是应该可以讲吧，这个就是如果你真的上大号，它真的是清得不干净，你自己都会用马桶刷干净嘛，这个是正常基本的 common sense。可是就是有一堆人，他就是这样放着，然后你就一进到厕所你就看到那马桶，一进到厕所就看到啊，就算在马桶，它就是没有清干净啊，或者是他可能没有冲水，都有。所以觉得这些人到底你们在想什么？因为我是觉得说，这真的是个人素养问题哦。将心比心嘛，你今天出去外面住，你如果你把你的房子租给别人，你会希望别人这样用坏你的东西吗？因为有些东西这是卫生的问题，而不是你给了钱别人就要帮你扫马桶这件事情，它已经不是这么简单。反正你有没有清干净，那个马桶都还是要再刷一次。但是你今天把你的马桶留成这样子，那你 OK 吗？我觉得你是精神有问题吧，你知道吗？这不要这样，真的、提醒自己，我不要做这样的客人。你想看，你今天你就算不是一个人去旅行，你是跟你朋友还是家人2个人一起去旅行，那你用了那厕所不是你一个人用啊？所以是不是？所以真的，我觉得你自从做了这个工作之后呢，更加会注意这些点，对吧？去住那个旅馆的时候啊，对那个服务人员更加的有礼貌，然后更加不会有什么奇奇怪怪那种要求，没错，是不是？那我们这个就是你工作上你得到的一个感想嘛。那从马来西亚去到纽西兰工作，你觉得你心态上最大的转变呢，又是怎么样的？我觉得因为 culture wise 和在外国会比较自由，因为没有这里的很多的束缚，所以整个人是轻了很多的，就是思绪上的轻啊，因为没有这么工作上。因为我遇到很多是客人的问题，所以是人事的问题，是会有一些心烦的事情。可是如果是个人心态上面的话，它基本上就是比较轻松的，不会像我人在这边的时候遇到很多这个应该要这样，那个应该要这样，我们会有一套应该要怎么做的东西去 follow，
因为尤其是亚洲，家人会给你说，你在这个年龄你应该要做这件事情，在事情上你应该这样子做，所以在那边完全没有人会理你，你就很多事情你就自己决定。所以像我这次回来这短短的时间，其实会有一点矛盾的，尤其是跟家人，因为你已经自由习惯了，然后家人就会在你回来的时候跟你说，你应该要这样，跟你应该要那样，你会觉得天哪，有点压力。可是所以就变成反而回来会比较压抑耶，因为你很多时候不能为所欲为，不能随心所欲。你在那里反正就是比较自己，你可以以自己为中心去做很多的决定。可是接下来你要面对的东西，就是因为你从原本的 working holiday 的形式，正式的要转成你在那边要待好多年，然后可能甚至很难说你就住在那里的呢。那可能那个地方就变成你又会有 commitment， 会有很多生活上的一些束缚，你有没有想过这样子转变？我觉得我不排除有这个可能性，但是 commitment 来说的话，它应该还不会有像这边会有那种房贷什么的压力，因为那边房子我当然是买不起的啦，太贵。对，但是我觉得心态上还是会比较轻松的，因为毕竟我不是长期会在家人身边，所以很多决定你可能就是只是一个指挥，而不是他们会一直给你很多不一样的意见。因为你知道有些时候我们明明已经想要做这件事情，然后你已经有自己的想法，但别人一直在左右你，那其实是变成你的压力，因为你有太多的可能性的同时，你就没有办法集中在你自己身上，你就觉得这不是你的初心，但想说你要取悦他们讲的又有道理，但我应该要怎样做，所以那精神压力是从那里来的。那如果你今天少了这一些意见以后，你可以自己去决定和处理很多事情之后呢，我觉得你的生活上肯定会轻很多，轻松自在很多。OK，那如果啦，就要为你接下来未来的这个生活做一个期许的话，你希望如果它是一颗橙，你希望它是什么口味？我觉得当然希望它是一个非常甜橙会甜，橙会甜才好。没有哦，我自己本身就一直喜欢吃甜中带酸，永远都甜中带酸。可是带一点点酸还好啦，太多酸的话可能就很难。而且甜到腻好恶哦。不会啦，谁的生活会甜到腻，对不对？甜不会腻啦，甜很好啊，因为我姓甜。甜佳佳，甜佳佳 OK， 所以甜带一点小酸还好啦，可能可以干回味一下那还不错。因为我觉得如果人生太顺遂的话，你很快你就会忘记这种压力，然后只要一受到打击可能就会崩溃。但是偶尔遇到一些波折，只要不是太大的波折，我都觉得还是可以接受了。没错，好啦，那就在这边祝福佳佳接下来的日子就像你想象中的一样。OK， 谢谢。好，谢谢佳佳，谢谢。